中间状态让神经网络去找，码本向量也让神经网络去找。AI 真是天选的打工牛马，拨开世间万象，解密背后真实。大家好，我是野生 AI 产品。上一节我们了解到，想要从自编码器得到符合要求的语音文字符号，我们需要引入向量量化的技术，让它变成离散可穷举。那向量量化的核心思想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四舍五入。1.45我们四舍五入之后，就把它看作1.5 3.78四舍五入就约等于 3.8 6.13约等于 6.1， 把复杂的数字变成这个简单的。原本自编码器生成的中间状态的向量是连续且随机的，向量量化就是强制让它们四舍五入变成我们预先定义好固定向量。具体的实现步骤是这样：第一，我们预先定义好四舍五入的目标，这个目标就叫做码本 code book。码本呢，它就是一个有限的向量集合，里面包含了一定数量的固定的向量，我们称作为码本向量 code book vector。通常使用256个、512个或1024个码本向量，每个码本向量的维度呢，和编码器中间状态的向量维度保持一致。像之前举的50个语音符号128维，所以我们这里中间状态的维度就用128维。简单来理解，码本向量就是我们定义好的参考目标，所有连续的这个中间状态的向量最终都要被四舍五入成其中的某一个向量。目标定义好，接下来就是第二步，找距离最近的码本向量是什么。编码器输出的这一个连续的中间状态，我们要找出离它最近的码本向量作为它的代表。判断最近其实很简单，就是计算两个向量之间的距离嘛，通常就是欧式距离。我们把中间状态和所有码本向量的距离都给它计算出来，找出其中距离最小的那个，然后进行第三步，四舍五入成这一个最小的码本向量。直白来说就是我们放弃，直接把原本的连续的中间状态直接给舍弃掉，用距离最近的这个码本向量作为它的替代品，就是这么简单。通过定义一套标准的码本向量，然后强行让中间状态四舍五入，完成从连续到离散的转换，这就是向量量化 VQ 的核心思路。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技术的时候都惊了，这样也行？它不是会有一大堆的误差吗？确实会有误差。这里就要引入一个特殊的设计思路，就是码本向量不是人为设计，让神经网络去找误差最小的码本向量。假设 y 等于码本向量减去中间状态，神经网络就是要去找一个 y 值最小的码本向量，用这个码本向量作为最终的码本向量。在训练过程中，神经网络一边生成中间状态，一边寻找误差最小的码本向量，最终得到两者之间误差非常小一个结果。这就像给了中间状态一根绳子，这根绳子系在了码本向量上，中间状态会不断用力把码本向量往自己这边拉，这样最终得到的中间状态和码本向量两者之间就会靠得很近，误差很小。当训练足够充分的时候，编码器输出的中间状态和被选中的误差最小的码本向量之间的差异就非常小，所以四舍五入丢失了一点精度，但实际的听感上听不出来。这样的误差比较小的码本向量输入给解码器，解码器就会根据这些近似的码本向量还原出非常接近原始输入的语音。中间状态让神经网络去找，码本向量也让神经网络去找。 AI 真是天选的打工牛马，希望不会真的碰到 AI 致谢危机的那一天呢。听到这你会发现，向量量化这种高大上的名词，实际原理是非常简单的。 AI 领域很多听上去高大上的概念，拆开来看背后的原理都是非常简单的，只不过呢，思路简单其实不等于实现简单，真正要让它落地，依然需要高质量的数据、巧妙的网络设计和反复调优的训练过程。这些具体的训练过程我们就后面再来详细讲。经过向量量化，然后训练神经网络，最终我们就得到了语音文字，它实际就是码本中的码本向量。它具有如下的特点：它是离散有限的，便于后续进行符号化的处理，它也能完整的表达出语音中人类可感知的全部信息。第三个呢，它还非常适合后续的多模态融合、语音生成等神经网络的任务。说了这么多，用这个技术得到的语音还原，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VQ-VAE 向量量化变分自编码器这个神经网络的想法，是由谷歌的 DeepMind 团队的奥尔德在论文《神经离散表示学习》中提出的。我们实际来听一下谷歌团队提供的官方的演示效果。首先呢，是原始声音和最终通过这个网络重建出来声音的对比。 Okay, October 16th. Do you want to save this?
Okay, October 16th. Do you want to save this? Every day at 6:35. Every day at 6:35. 第二个呢，通过这个网络，甚至可以找到用来表达说话人声音特色的向量，然后我们把这一个 speaker ID 换成另外一个声音，就变成了另一个人的声音。我们来听一下。We are encouraged by the news. We are encouraged by the news. Who was the mystery MP? Who was the mystery MP? 听起来是很惊艳，但你注意一下这篇论文的发表时间，2017年11月，是不是感觉有点什么不对劲呢 ？VQVAE 向量量化变分字碑码器确实建立了很好的语音还原，但是它在声音的精细度和听感自然度上并不是完美。毕竟我们用的是45度的近视嘛，近视的误差在一些情况下就会暴露的比较明显，像高频细节的缺失啊，因为编码器只关注了近视的主体结构，忽略了高频清晰度的细节，比如像英语中的辅音发音的清脆感就消失了。第二个，共振风失真，发音中的音色有时候会发生变化，听起来就像说话人的口音变了。为了解决这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再做一些优化的设计，这个优化设计就叫残差向量量化。下节我们来介绍 RQ 残差向量量化。本节的内容就先到这里，想了解更多多模态细节，关注一下再走。我是野生 AI 产品，陪你一起成长。